如果你每次去喂它的时候，你仔细观察呢，应该是早的发现了，都可以看得出来的。一般它那个癣蚊它开始发病的时候，它还吃饭的，不过它拉便出来都带有那个血的，它带的血不是血丝，它是一滴血一滴血出来这样，有1、2滴这样也没有多。拉便它肯定是不成形了，它已经变稀一点，带有一滴一滴血这样，那个时候基本的是那个癣蚊，我自己估计是这样。然后再过发病过1、2天了，反正有的3天也有，反正到它不吃饭的已经是中期了，它严重一点了。像我这只的是癣蚊病啊，现在都1个星期了还没好，上次打针就是这只。要是你看到它不吃饭，它已经是中期了，不是初期了，所以也很难治，就是这样。一般它开始它是流眼泪，有眼屎，慢慢变重，那个眼屎也变浓了，再重一点，它那个眼都缝完了，它开不得了。那个流鼻涕也是这样，开始它也是流一点新鼻涕啊，带一点浓鼻涕啊，后来它重了，那个鼻子也封完堵完了，它透气都透不通了。然后到它死的时候，那个癣蚊的它是不咬那个舌头的，它死的时候，如果是细小的，它一定死的时候一定咬那个舌头的。所以如果你想判断简单一点，你就看它那个狗尬了的时候，它有咬舌头的那种，基本都是那个细小病的。如果它没有咬舌头，基本都是癣蚊的。还有那个癣蚊它是这样啊，有的它到死它都没有拉血，基本都是呕吐一点的，屙尿狂的这种，还站都站不稳这种。要是那个细小病呢，它死的一定拉血的，基本都是拉血。癣蚊它不一样啊，大部分都是呕吐一点的，它不拉血的。有的它准备死了，那时候也拉一点血出来。可是你不注意观察，它可能都不知道它拉出来，只能粘在那个肛门那里那个毛那里，它也不拉到地上，所以你不仔细观察，你还不知道它拉不拉血。可是那个细小病就不一样哦，细小病它死的时候会拉下来一堆血的。所以大家如果看见这种呢，基本都是这种病，反正这个说法也不准，最好是用那个试纸来试。所以经常有那个朋友问我那个癣蚊症状是什么，细小是什么，我在这里就详细这样说一下，大家应该都明白一点。那个细小的，一般它没有那个流那个浓鼻涕啊，堵住那个鼻孔啊，还有那个眼睛流那个眼屎封完的眼睛开不得的那个细小病，它没有这种症状啊，一般。不过那个细小病还比那个癣蚊好治啊。你打2、3天的针，它好就好，不好它盖。那个癣蚊不一样，有10天过后它才盖有。
它消耗那个药费很多的吧。所以你看见它有这种症状，你就基本懂它什么病，你就该用什么药你就用药快点，该隔离你就马上隔离。反正那个癣蚊它是全身抖动啊、收缩啊这种啊，它的症状跟细小差不多一样的，有好多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。总的来说，你如果观察这种很麻烦，你就看它病了有那个尬了那个狗，你看它咬不咬舌头，你就可以分辨。癣蚊呢是尬了它都不咬舌头的，舌头没有伸出来的。因为细小病呢，尬的时候它基本的是伸那个舌头出来的，那个牙齿咬住那个舌尖那里，反正咬住一节舌头这样，你就看那个你就可以懂哪个是细小，哪个是癣蚊。要不然你观察它眼睛、鼻子啊什么，这个很麻烦的。你有那个狗病了，它尬一只啊，你就懂得它是什么病了。你就看它咬不咬舌头，这样你分辨得出来。咬舌头的就是细小病，不咬的是癣蚊。这是我个人观察出来，也不准哦，只能做参考哦。你想准确一点，你就拿那个试纸来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里，下一个视频再说一下怎么治疗那个癣蚊细小啊，还有那个预防。下个视频呢，再详细讲那个治疗啊跟预防那种。谢谢大家。平时我那个癣蚊病的，我是用那个30%的佛本尼考那种药，跟那个癣蚊灵，就是这2种药打的。有时候你看见我打了4种药，那时候是这2种药没有的时候，我就另外打4种药，因为我都是在网上购买的。有时候那个药没有了，你订购它3天才到，所以没办法的，有什么药就拿它顶上去这样。用其他药，有时候它也好，也有作用啊。不过我一般有药的，我都是用那2种的，用那个癣蚊灵跟那个30%的佛本尼考那种。平时你用那个单杠啊、干扰素啊、柴胡啊这种，还有其他药的加进去治那个癣蚊呢，那种应该也很有效啊。不过那种药太贵了，一般我也不买那种药。我买的那个癣蚊灵呢，在那个网上购的是32块钱一盒，有的便宜的是29块钱一盒。原来我不知道，我在那个兽医店买的都是100块一盒，有时候刚开头买的150块一盒，后来又跟他要第2次、第3次的100块一盒，也不知道给他杀的，给他杀猪了，杀的要紧。因为平时我也没碰到那个癣蚊呢，大部分都是那个细小病，所以没有买过那个药给他
那个兽药店那个老板呢，杀的10多倍的呢，刚30块钱一盒，他卖给我的第一盒的150块。后来呢，跟他要第2次、第3次，就让他要100块一盒，给他杀猪了，没办法。治那个细小病我基本都是用那个恩诺沙星，还同时喂他那个恩诺沙星片，又打恩诺沙星的针，又喂他那个恩诺沙星的片，就这样。平时我治那个细小病，有时候那2种没有也用其他药补进去也有。总之，那个细小病比较好，比较容易治。那个癣蚊呢，真的很难治。细小病你初步看见它，你打1、2针它都好。有时候打它3、4针这样，再严重一点打5针这样它都好了。那个癣蚊就不得了。癣蚊很难好的，这几个都是很小的那个狗割它出来，要不然那个大一点的总是咬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下一个视频再讲一下那个狗有病了，隔离它出来了，里面那个狗怎么预防，再讲一下。